马为杨柳绿依依，又见鸾鱼杏属归。泉下阿慢应有语，自回休更醉杨妃。说到杨贵妃，说到马未义，这个大家就一定知道杨贵妃怎么去世的历史悬案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马嵬坡马嵬驿的故事。这个地方是在陕西省杏平市的马嵬坡，这里也是马嵬驿。关于杨贵妃和唐玄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按照《旧唐书·杨贵妃传》记载，当年安禄山叛唐的时候，就是安史之乱，唐玄宗带着杨贵妃、宰相杨国忠、太子李亨及一众官员逃离长安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？就是当时安史之乱起兵叛乱的时候声势浩大，当时唐玄宗的手下那些打不过他们，也可能跟唐玄宗指挥有错的关系。当时潼关失守，所以说长安的门户洞开，他们只能逃跑。结果这一逃跑不要紧，杨贵妃就是在这个地方自杀身亡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走一走这个地方。它这个地方我们从建筑可以看到，这个是一个人造景区，里面也是我们说的休闲娱乐一体化的，古建筑比较林立啊，仿佛穿越到1000多年以前的唐朝。当然了，这种古镇古景区少不了的食客也在这里应有尽有。在这个景区非常多这种食客啊，到处都能够看到。我们现在就去寻找杨贵妃自杀的地方和马嵬坡兵变的地方，就在这里不远，我们去看看，然后讲一讲那个时候的故事。这个马嵬坡在马嵬坡兵变之前是没有存在感的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事件才耳熟能详，才驰名中外。现在已经进入景区了，从这里就能去到那个现场还原，它其实里面有一些纪念性的，我们到了现场看看就知道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像烽火台一样的一种防御性的跟警惕性的，因为皇帝来这里了，那么相对而言警卫安全就很重要。而且当时皇帝太子都逃到这个马嵬坡前面不远，就是杨贵妃自杀的地方，很多人可能没来过，从这里进去就是了。这里还写了一个炮台古战场，就里面有一些那个清朝制作的那些大炮，就我们常说的红衣大炮。但是我觉得这里既然展示唐朝的主地文化，这个放清朝的大炮就有点不合适了。当然这个是跟清朝把这里作为一个战略要地来讲，所以保留了下来。这些红衣大炮是清朝乾隆年间，走完这些台阶，走完这个竹林，前面就是马嵬坡兵变的地方和杨贵妃自杀的地方。这里就是有名的马嵬坡兵变，就是安史之乱第2年，当时是哥舒翰兵败被擒，潼关失守，唐玄宗带领太子李亨还有那个大将军陈玄礼逃往我们说的巴蜀地区，所以说逃跑，携带杨贵妃这些皇子国亲逃跑。在这个地方呢，说六军呢突然哗变，因为当时说是安史之乱是杨贵妃和杨国忠造成的。为什么会这样说？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之后，到了天宝时期就慢慢变得享受起来，特别是把杨玉环接到皇宫封为贵妃之后，就日益不处理朝政，并且把杨玉环的兄长杨国忠封为宰相。当然这个兄长是远房的，其实本身来讲杨国忠的能力不是很强的，有了这层关系他才能够宰相。他当宰相之后就开始排除异己，特别是对安禄山这些人呢是有点打压。当时上一任宰相李林甫在的时候，安禄山什么都不敢动，但是杨国忠当上宰相之后，安禄山看清楚了杨国忠的能力和为人，于是他就做好了谋反的准备。最终安禄山造反的理由就是说要消灭杨国忠，还唐朝一片青天，就跟后面明朝朱棣起兵的口号是一样的。安禄山起兵之后，由于唐玄宗的错误指挥导致潼关失守，这个时候长安已经无险可守了，他们只能逃跑。当时逃到马嵬坡这里，军心涣散，士兵劳累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杨国忠可能还作威作福，那些将军士兵于是就发动政变，发动兵变，把杨国忠处理掉了，并且一致要求李隆基要把杨贵妃处理了。因为大部分人都认为李隆基不理政事是因为杨贵妃的存在。到了这种时候，李隆基就算再不舍得，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，保住自己后半生，他只能下令让杨贵妃自杀。这就是一个帝王，尽管说他非常无奈，但他最终还是为了自己，为了保护自己，舍掉了其他的东西。这个地方就是中国4大美女杨玉环、杨贵妃自杀的地方。杨玉环自杀就在这附近，这个场景呢是一个复原图。其实杨贵妃自杀的时候还挺年轻的，不到40岁。这个杨玉环4大美女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时候杨玉环其实是非常心有不甘的，但是到了这种场景已经没有办法了。李隆基既然已经下令了，他也只能
遵照执行，因为这个时候兵变已经发生了，杨玉环也非常清楚，这个时候不自杀的话，后面的结果可能会比这个还坏。最终是高力士还有陈玄礼这些人亲自送了一个诏书过来，你看看旁边有很多士兵在等着，这个就是在圣旨，在宣读。所以说杨玉环的命运即将结束，同时也有这个宫女是在为杨玉环可惜，为她的命运感觉不公吧，可能有这样的感受。整个马嵬坡，整个杨玉环自杀的地方我们都看完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这里参观一下。其实关于杨玉环和唐玄宗李隆基的故事太多了。刚刚我们看了杨贵妃自杀的地方，现在就来看看杨贵妃的墓，两者其实相隔不到2公里。当时杨贵妃在马嵬驿自杀之后就被安葬在这个地方。现在就来看看4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安息之地。关于4大美女，无数的文人为她们写歌、写词、写诗、于曲等等形式来纪念她们。所以说这些文艺作品更让她们在我们心中有着传奇的样貌。对4大美女的概括不知道了不了解，有这样的说法：西施的忠义，昭君的家国，貂蝉的悲惨，杨玉环的情深。这个王昭君是眼下匈奴，所以说叫家国。关于杨玉环和唐玄宗李隆基的爱情故事一直让人们津津乐道，其中李白也曾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写出了无数的传世诗歌。但是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，他们的爱情在遇到了危机。从这里进去就是杨玉环的墓，我们看一看他到底是否真的安葬在这里，因为关于他的安葬地众说纷纭，关于他是否在这里死亡也是众说纷纭。眼前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杨玉环之墓，杨贵妃之墓，他这里是衣冠冢。白居易曾经在诗里写过这样一句话：7月7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。这个就是形容当时身为皇帝的唐玄宗思念过杨贵妃，以至于自己情深自患。但是呢，最终结果是不能改变的。按照说法来讲，这个历史上的奇女子最后的悲惨结局，帝王无情，所以最后只能草草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当时在马嵬坡被逼死时，尸体呢无人收敛，后人为了纪念他，便为给他盖了这个衣冠冢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青砖，其实它是最早的衣冠冢是土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主要是传说，如果将这里的土堆和面粉混合涂在女子的肌肤上面，这个使女子日益貌美，就像杨贵妃一样。所以呢，当地老百姓居民呢，为了防止这里的土减少，就用青砖把它土堆覆盖了，是这么由来的。这个都是传说故事。这个它的衣冠冢看完了，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杨贵妃的死因之谜。因为很多说法说杨贵妃在马嵬坡马嵬驿这里没有被杀。关于杨贵妃死的话，说法有几种。第一种就是自杀于马嵬驿，这个我们常说玄宗就命高力士将杨贵妃在佛堂梨树下，我们说三尺白绫一样的，就说明杨贵妃是自缢身亡的。旧唐书、新唐书、资治通鉴都是这样提过的。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杨贵妃被乱军刺死，在杜甫的《哀江头》里面说的是杨贵妃死的时候是见了血，就我们常说的杨贵妃血溅马嵬驿，并非被自缢。也就是说当时兵变嘛，六军华备先杀了杨国忠，后面又把那杨贵妃杀了，是这种说法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杨贵妃吞金而亡，但这种说法没法考证。这是3种的主流说法。还有一种说法是杨贵妃没有死，这种说法就比较传奇。就是当时日本学术界认为，当时的将领陈玄礼还有一些将领或者皇帝起了恻隐之心、怜悯之心，让一个侍女替死，就我们说的假死，让亲信秘密送杨贵妃出逃，交由遣唐使护送到日本，从此杨贵妃就在日本定居下来。所以说这个说法大家可说可不可信呢？这个都是传说在山西杨贵妃故居那里，前几年还有一个日本影sĩ来这里寻根问祖，说杨贵妃是他们的祖先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从古至今关于杨贵妃的死亡之谜太多，但是我们正常来讲的话，都是说杨贵妃是在马嵬驿被自缢身亡的。所以说《长恨歌》有这样一句说法：长恨又长情，杨贵妃的一生美人多祸，但是这个祸呢又不在美人，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。大家说是不是？不管杨贵妃死因是什么，到底有没有死，从那之后她就消失在历史的舞台当中。